我国每年光训练就需要消耗2亿颗子弹，那得费多少钱？子弹就不能节约着用吗？这里是知识 TNT。先来说说子弹消耗量的问题。我国是人口大国，自然也是军备大国，拥有着230万常备军，随时待命，保卫着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安全。所以每年训练消耗2亿颗子弹实在不算多。但奇怪的是，如此大量的武器消耗并没有加重我们的军费负担，甚至很多发达国家，比如加拿大，都争先恐后的购买我们的子弹。而其中的原因就不得不提我国先进的制造技术了。一颗子弹从里到外分为弹头、弹壳、装药和底火4个部分，而子弹生产便是一段从原材料开始到致命抛射物制造完成的过程。黄铜是铜和锌的合金，作为子弹外壳的基础，它能够在不变形的情况下承受高压，确保弹药在发射时的完整性。枪管内壁并不是光滑的，而是具有螺旋形凹凸槽，这种凹槽被称为膛线。子弹在被发射出去时是沿着膛线做纵轴旋转发射出去的，这个过程会大大增加子弹与内壁的摩擦。我国为了解决这一问题，结合了黄铜和钢材的优点，开发出了一种新型的弹壳材料覆铜钢，也就是在钢的表面覆盖上一层铜。这样一来就减少了铜的消耗，降低了制造成本，同时还能保证子弹的性能，增强子弹的耐高压、耐高温等特性。通过这样的手段，我国的弹壳可以做到平均5分钱一颗。钢材作为弹头的内部支撑结构，以增强弹头的整体强度和耐用性，而铅则通常被用作填充材料，用于增加子弹的重量和改善其飞行特性，例如提高穿透力或稳定性。这种相互嵌套的工艺能够使弹头既具有足够的硬度和抗压能力，又能保持一定的重量和形状，以确保其在射击过程中具有良好的性能和效果。我国生产一颗子弹的成本是多少？以经典的950步枪为例，其所采用的是5.8毫米弹头，这种弹头是我国独有，而且其材质由铅钢和镀铜组成。按照金属的国际价格标准来算，一颗弹头仅9分钱。底火，也就是俗称的引火药，是子弹或炮弹中的一个关键部分，负责引燃推进药，从而驱动弹头或炮弹飞出枪管。在枪械上，底火通常是定装子弹的一部分，射击时由枪机中的机针冲撞引燃。底火的种类主要有中心发火、边缘发火、边针发火、针发、乳突式底火、分离式底火等。中心发火枪弹是最普遍的种类，其弹壳底部配有一个火帽，当触发时，机针撞击火帽，引燃内部的敏感发火药，从而产生火焰。这火焰穿过传火孔，将弹壳内的发射药点燃，进而推动弹头飞出枪口。根据一些公开信息显示，我国生产一颗弹药的底火成本能控制在1毛钱左右。而一颗子弹中成本最高的部分是装药，这是一颗子弹能否打出去的关键。当然，装药这个词有点难以理解，它的另一个名字叫做推进剂，它是子弹发射时产生动力的关键成分。装药可以是固态或液态，但在枪械中通常使用的是固态装药。装药的类型有固定装药、半固定装药和分离装药。固定装药是指推进剂的量是固定的，装填的弹体与战斗部在出厂时已经结合为一体，发射后用完的装药的弹体可以取下重复使用。装药一般位于弹壳中弹头的后边，主要通过自身燃烧爆炸产生气压来推进弹头发射。底火位于弹壳空腔的最底端，用来引燃推进药，从而推进弹头发射。装药从外表上看起来像一颗颗粒状的黑炭一样，其主要成分是硝化纤维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火棉。由于装药涉及到一些军事机密，世界上只有少数国家才公开装药配方。我们就以美国枪支管理委员会公布的数据为例，美国生产的子弹装药硝化甘油占比 9.5%， 二苯胺占比 1.2%， 这种配方也被各国广泛使用。我国的配方表虽出于某种原因没有公开，但即使是用通用配方，一颗子弹的装药成本按照国际原材料价格计算也就在1毛钱左右，而且按照我国的工艺水平只低不高。中国一颗子弹的造价在3毛钱以内，所以哪怕是一年消耗2亿颗子弹，消耗的费用也就6000万，这和某些军费大国比起来简直是9牛1毛的差距。
其实我国每年生产的子弹远不止这些，其中大部分并非供国内使用，而是销往海外，其中最大的买家便是美国。仅向美国出口的子弹数量每年达到10亿发。之前就有美媒军事观察报道，中国每年生产的子弹总计约有20亿发，约占全球总份额的1/5，出口总量占到全球市场的1半以上。各国都争先恐后地购买中国的子弹。其他国家愿意购买中国的子弹有多个原因。首先，中国的弹药生产成本相对较低，这使得中国的子弹在价格上具有竞争优势。其次，中国的子弹生产已经发展到世界领先水平。此外，中国使用特殊的制造方法，如富铜钢弹壳和涂漆钢弹壳，这些技术既节省了珍贵的铜资源，又保留了铜制子弹的润滑性，还可以防腐蚀，更加有利于子弹的保存。因此，中国的子弹在性能上并不逊色于其他国家的子弹，这也是其他国家愿意购买中国子弹的重要原因。有着大额订单，就单说子弹这块，完全可以说是别的国家拿着钱来养着我们的士兵，而这都是得益于中国在子弹生产技术方面的实力和领先地位。从曾经的小米加步枪到如今的世界领先地位，中国制造业的崛起可谓历史的巨大飞跃。回顾历史，我们不难发现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，中国经历了从贫困落后到经济强大的转变，而制造业的发展则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曾经，中国是世界工厂的代名词，但如今，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，更是技术与创新的引领者。中国的强大和制造业的领先地位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。如今，许多国家都争相购买中国制造的产品，这不仅是因为其质量可靠，更是因为中国在生产技术和成本效益方面的竞争优势。知识 TNT， 专注你不知道的食物科普，我们下期再见。